果粒果真是你。本节目由和你一起陪伴少年前行的真果粒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风花雪月品牌行业赞助播出。得闲就喝风花雪月。我自己啊，就是因为一直在做，就是发掘那种年轻人，然后给他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舞台上面展现自己的才华。但今年呢，我确实是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他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可能需要他们学习更好啊，更独立啊。在这个年纪的他们，处在一个信息又很多又有点浮躁的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找出口。传统文化是有很多可以提供给现在的少年们一些新的出口。传统文化当中传递出来的美，包括服饰之美、礼仪之美、食物之美、道德修为之美，都是特别值得当下年轻人去学习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拥有内在美、外在美，并且也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和作品的这样的少年。林育学的理念是什么呢？我们的期望是将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流行文化结合起来，让传统文化能够成为现在的少年们的出口，帮助这群少年发现他们的优点和不足，扬长避短。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找到指引少年们的老师。我是马浩，我们视频见过，那我叫你，你叫我，可以吗？可以。好。今天看你本人，我很震惊，因为你关于什么？关于你的状态呀，就太保鲜了。关于保鲜这一块，我有很多可以去分享。好的，我们特别期待这个。然后你第一次知道我们要邀约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太适合我了。真的吗？对啊，不觉得我的标签好像就是古装、古典。然后，因为你在家里排行7，就是大家也会从小叫你七仙女嘛。没有，我家里面叫我老七。对，所以你在童年时期，你觉得哪些礼仪的东西会给你印象比较深刻？可能你那个肉在那个碟子里面的对面，你就不能夹，然后吃完饭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我吃饱了，把筷子放下来，然后吃完不能玩碟玩，因为所有人吃完饭才去收拾。如果你叠着玩，就是等于说你催着人家吃饭。像我们中国礼仪之邦，这些家里面的相处，你可能慢慢会影响到你一个人的品德。哇，我真的选对人了。然后有点害羞。你们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我的确是挺意外的，就是我也直接就问你们说，你们怎么会想要找我？因为可能我跟就是传统文化艺术可能也一般不太会联想到我们觉得你很合适，特别是上次有去你家里，就是你们是用非常传统的那种色系，包括装饰来做你们的家。我就自己一直也都很着迷于就是中华的传统艺术，我们还收了一幅苏轼的《定风波》。
当然不是他本人写的，是一个就是很好的艺术家写的，然后也是在想说要放在哪边，因为我跟我老公都很喜欢。哇，我们真的找对人了哟！啊，真的吗？大家好 ，Hello， 我们有点尬。不会。我其实想先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我们导演组向你发出邀约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我说实话，我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尤其我们的节目是有少年有国风，这其实都是我，离我生活很远的人和事。是吗？我生活当中没有少年，唯一我能想到的少年就我侄子，16岁了，读高1了。但是去年有一部电视剧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就是《梦华录》。它讲述的其实是3个宋代娘子闯东京、女子成长题材的剧集。它的原型是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那元杂剧它本身很短，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宋代的文化的传承。所以电视剧播出之后，也有很多地方复刻了宋代的美食，也做了很多文化的传承。我其实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音乐综艺这块，其实你是尝试非常多的，你自己在浪姐里面贪玩，对，当过选手。那我们少年行来找到你的时候，你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突出自己的文化，这个是肯定义不容辞的事情。当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受邀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是免费的学习。在这个年龄，我好像还蛮需要这样的一个补给，就自然的养成，也是一个养成吧。我特别愿意亲近，就是有少年心的人，他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东西。我可能在40岁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自己想要。可是当我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那个很宝贵，就我不能丢失掉那个东西。尤其年轻人这种荷尔蒙，那样会让我觉得我天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真的。合作过的男演员，你说现在还是过去啊？都算，还其实一半一半吧。符合和不符合都有一点点参差。好啦，我必须说还是，我觉得小这么多年，真的是跟他合作下来，然后包括我现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少年，他才20几岁，但是这么多年跟他相处，然后到现在，我最近也看他演的《乘风13载》，我觉得他要演13年那个少年的状态，我觉得他眼神里面那个纯净还是一直都在，哇，所以其实本来我也要问的，所以好了，我已经招了。那我觉得最具备少年感的就是杨洋同学。我跟他合作的电视剧《舞动乾坤》，那种放荡不羁也好，横冲直撞也好，但是依然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那种状态，是非常具有少年气和代表少年的。过去的话，古仔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很能吃苦，吃苦的不能上心。可以休息的时候，他不休息，我就问他：“你昨天没睡觉，你不累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太累，我不能让自己睡觉。我一睡，我可能醒不到。他拍武打的时候，有一点我非常佩服他，他不会武功，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跟不上，但是到最后无师指导是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看得出来他是很用心去做。而且我们都有很多影迷来探班啊，这样子，我也没看到他飘。近期呢是王一博，你看着他很害羞，有些小孩子害羞就变得着很容易令人觉得没礼貌。但是因为他只是害羞而已。我在化妆间在试妆的时候，他们在镜子看到我就跑过来，李老师你好，就是
那种谦虚的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叫他，但是反正你在现场拍的时候肯定没人叫啊，但是你会知道他那种尊敬，对长辈的那个尊敬。这个是我觉得是符合这个少年你的标准的。对，那你觉得就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少年，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就是觉得好的少年就是保有对周围的那种敏感度。敏感。他必须要敏感，不见得就是说他一定是要美少年。这种美少年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美嘛。有些甚至我觉得长得有点奇怪。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普通，可是就觉得好有魅力，人格魅力。就是一种懂，尊师重道，有教养的，有品德的。人家讲话你要看着人家的眼睛，先听后讲，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要尊重大家互相的不一样。我心目中，美好的少年应该是很谦逊的。少年们的眼睛有很多的纯真，对未来充满向往。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少年是自知且无畏。今天我一定要赢你！这里面还是有一股劲儿，想要闯出一些什么东西，燃烧自己的生命。真果粒果真是你。本节目由和你一起陪伴少年前行的真果粒独家冠名播出。说